深夜，一个色欲熏心的男人突然闯入房间，一把将女孩推倒在地，开始脱衣服。躺在床上的男友喝得烂醉，不省人事，任凭女孩喊破了喉咙，他都无动于衷，直到呼喊让他精疲力尽，女孩就在男友睡觉的床边被侵犯。男人走后，女孩悲痛万分，眼泪早已打湿了脸庞，盯到床上正熟睡的男友，心如死灰。男友是指望不上了，心中的怒火催促着女孩跑进厨房，拿起一把菜刀追了出去，他要和侵犯他的人决一死战。只是漆黑的夜晚，男人早已不见踪影，女孩的人生也因此进入了无边的黑暗。她回到房间，大腿正流出黄色的不明液体，她将菜刀对准了男友，却始终下不去手。只是任哪个女孩经历这样的事情，都无法原谅男友的不作为。女孩的男友名叫宫本，在东京这座城市里，他只是一个老实本分的职场菜鸟。他胆小怕事，对人毕恭毕敬，工作能力一般，也没什么高超的智商和情商。没有梦想，没有存款的他，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。直到认识了镜子之后，他的生命仿佛拥有了色彩。镜子性格活泼开朗，经常会邀请宫本去家中做客，两人把酒言欢，无话不谈。很快，这份平静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。那人呼唤着镜子的名字，可镜子却不想理会，对方是她的前男友。自从分手后，他就时不时的来骚扰镜子，搞得镜子心烦意乱。没想到前男友翻窗进了卧室，一进屋就开始翻冰箱，对方的样子吓到了宫本。宫本本是个胆小懦弱的男人，见此阵势，当即就要走人。看到这样的宫本，镜子失望至极，从未见过如此不像个男人的男人，能看着心爱的女人被欺负，径直走掉。前男友也忍不住对他一通嘲讽，还肆无忌惮地暴打了镜子一顿。看着不断抽泣的镜子，怯懦的宫本突然爆发出力量，他用颤抖的语气说出了这样一句中二的台词：这个女人由我来守护。那一瞬间，镜子被他打动，这句话打动了镜子。前男友在发泄完情绪后离开，宫本抱着镜子，独处的孤男寡女为爱疯狂，两人正式确定关系。随后的日子里，前男友再也没有过来骚扰过镜子，两人的感情也在日常的相处中升温。只可惜好景不长，一个更可恶的男人出现了。这天，宫本带着镜子参加了一个应酬，这几人都是橄榄球俱乐部的成员。宫本一直很想加入他们，只因身材过于矮小，总被看不起。身材弱小对于男人来说是一种耻辱，宫本亦是如此。他最讨厌别人嘲笑他的身材，嘲笑他不够男人。饭桌上的气氛很热烈，在众人的起哄下，逞能的宫本为了证明自己够爷们儿，一下子吹完了整瓶酒。不胜酒力的他很快喝得酩酊大醉。为了送宫本回家，教练叫来了儿子拓马。拓马是橄榄队的主力，体型高大，身材魁梧，对方惊人的力量让宫本目瞪口呆。拓马开车将宫本和镜子送回了家，三人一路有说有笑。回家后的宫本倒头就睡，原本应该离开的拓马却赖着不走了，他的眼神始终盯着柔弱的镜子，这注定是一个不眠的夜晚。这个男人躺在床上呼呼大睡，一旁的女友却在遭受别人的侵犯。就在刚刚，拓马色心大起，他一把捂住镜子的嘴，不让她呼吸，开始脱衣服。男友在半米之外的床上睡得死死的，任凭镜子怎样的哭喊求救，他都没有反应。镜子痛苦不堪，他望着如死猪一样的宫本，内心陷入了绝望。曾经说过要守护自己的承诺，在现实面前显得格外滑稽可笑，不堪一击。拓马完事后离开，镜子万分绝望，眼泪倾泻而出，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，跑进厨房，抄起一把菜刀，出门寻找拓马。然而对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只有镜子在失声痛哭。返回家中的他把刀对准了熟睡的宫本，大腿正流出黄色的不明液体。犹豫了许久，镜子始终无法狠下心。醒来后的宫本对昨晚的事情一无所知，看到情绪低落的镜子，宫本忍不住出声询问。反复的追问令镜子想起了昨晚的痛苦记忆，他情绪再次失控，他声泪俱下地告诉宫本自己昨晚被侵犯了。一时间，自责和愤怒涌上了宫本的心头，他没能按照承诺保护好这个女人。镜子闹着要分手，宫本死缠烂打不肯离开，他表示自己一定会去找拓马报仇雪恨。可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哪有那么简单？他不顾一切地找到拓马，却被对方一下子撂倒，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。拓马一拳就打掉了宫本3颗门牙，宫本输得很彻底，对着镜子狂抽自己嘴巴。想要赢拓马就必须变强。此时镜子去了医院检查，她担心自己会染上传染病。检查过后，镜子虽然没有染上疾病，却被查出怀了身孕。那天流出的黄色不明液体正是流产的先兆。镜子半晌才反应过来，还是来得及时，胎儿算是保住了。根据时间推算，不会是拓马的，只可能是宫本和前男友中的一个。镜子的人生履历从此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可宫本却再也没有出现。
在给镜子留下一封道歉信后，宫本开始了特训。只要空下来，宫本就会练习出拳的动作。即使在上班路上，宫本也在不停地锻炼肌肉。殊不知，此刻的镜子正是最需要陪伴和安慰的时候。报酬对于镜子来说并不重要。镜子躲在房间里哭泣，突然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。镜子隐约闻到一股人渣味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她的渣渣前男友。没想到前男友给予的一点点温柔，瞬间融化了镜子冰冷的心，投身于前男友的怀抱，告诉她自己怀孕了。不久后，托马的教练父亲找上了宫本，他想知道托马为什么要殴打宫本。宫本没有告诉对方原因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自己的仇自己报。两人大吵了一架，闹得不欢而散。和上司吵，和朋友吵，急于复仇的他已经陷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。没过多久，他突然在公司里看到了一个熟人，是镜子的前男友。通过透露镜子怀孕的消息，向宫本索要了一大笔钱。这个消息直接点燃了宫本，愤怒地给了前男友一记断子绝孙脚。前男友倒在地上嗷嗷大叫。宫本似乎看到了美好的未来，他奋不顾身地冲到镜子的公司，在众人面前，他歇斯底里地告诉镜子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两人之间的吼声充满了兽性。镜子怒吼着告诉宫本：“结个鬼！我才不要和懦夫结婚！他想要自己养活这个孩子。”求婚遭拒后，宫本的整个心态彻底崩溃。打败拓马也成为了他此时唯一的信念。悲愤交加之下，他再一次去找拓马决斗，这是一场毫无尊严的战斗。宫本在拓马面前完全没有还手之力，上次是这样，这次还是这样。两拳过后，宫本的脸就挂了彩。拓马举起宫本的双腿，打算将他从楼上推下去。宫本害怕不已，他死命地抓住栏杆，稳住身体。拓马一击不成，又生一计，他拉拽着宫本的身体，将他狠狠一甩，宫本被砸到了铁门上。拓马见状，上前再补一腿，宫本被打得满脸喷血。拓马依旧不依不饶，扇着宫本的耳光，劝他尽早放弃。弱小的他根本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，但宫本这次不想轻易认输，摇头拒绝是他最后的倔强。拓马把心一横，用力折断宫本的2根手指，剧烈的疼痛让宫本失去理智，他咬了拓马一口。缠斗间，宫本用力扯下了拓马的裤子。俗话说五长必有一短，看似身材魁梧、力大如牛的拓马，却有着尺寸和身高完全不符的二弟。拓马羞愤万分，有了顾忌的他只能空出一只手去遮蔽二弟。在拓马大呼我操之际，乘胜追击，他用呕吐物恶心拓马，拓马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宫本趁此使用了致命一击，任何男人在这种阴招下都会失去抵抗能力，惊慌失措的拓马差点摔下去。宫本痛打落水狗，他将过去所受的屈辱全都发泄在拓马身上，这是属于宫本胜利的史诗。他带着伤痕累累的拓马来到镜子面前，负荆请罪。他终于维护了自己的尊严，也向镜子证明了自己的能力。他跪在地上，恳求镜子原谅的同时，也跟镜子保证，他会给镜子和孩子一个满意的家。镜子泪眼朦胧，同意了重归于好。这是部充满着野性和兽性的漫改电影，无论是争吵还是打斗，两人都像野兽一样充斥着愤怒和绝望，但在释放过后，留下的却是感动。如今人类社会虽然看上去已经高度文明，但只要仔细观察，便会发现我们从未脱离动物性的相互碾压，肢体间的野蛮暴力没有消失，隐蔽性的间接暴力同样比比皆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男女，只要是相对意义上的弱者，所面临的恐惧和威胁一直都会存在。只有当多数人愿意坚守文明的底线时，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安全。关注我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